本来以为2期就能更完的 Marginal 教程，现在这一集要改成中啦，因为我可能还会出一个下集，才会把所有的功能都讲完。因为整个笔记内容真的非常丰富，所以 Marginal 的手写工具也不是只有一个选项，而是有3个选项。首先第一个就是针对文档，如果要在文档上进行书写，你要使用的手写是这一个。如果你要针对脑图进行书写，那么工具在这一个。如果编辑卡片的时候，手写的内容是这一个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文档编辑的手写工具，打开以后，这个工具栏可以停留在5个位置，左边、上边、右边、下边还有中间这里，它不能随意的悬停在页面。书写工具呢有以下3种，我们看这里会发现它做了一个整合，就是同一支笔在不同的地方，它的笔触大小是可以设置的。比如说这个时候我同时打开的是文档和脑图，那么文档和脑图就是黑色的，就是可以设置的，那这是它的写字效果。如果我打开一个卡片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卡片这里也变黑了，这个笔触大小也可以进行设置。不透明度啊、尺子啊是一些比较基础的功能，我就不讲了。直线这里如果关闭的话就是正常的书写，如果打开了自动，那么在写字的时候是不会有自动拉直的这个效果的，但是划线的时候会有，那么始终就意味着写字也是拉直线的这个效果。自动这里是可以自己识别你是写字还是在划线，那不影响写字。消失笔模式就是3秒之内会消失，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。复制为新工具的意思就是说，比如说我现在一边做题一边要对答案，那么我可能会经常使用到红色跟蓝色，所以我就可以复制一个新的工具，它所有的参数都是一样的，然后我把这一支改成红色就可以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手写图层这个功能我们在这里都能够看到，那具体怎么使用呢？首先我们先添加2个文档的手写图层，我们会发现如果我是在第一个图层上写字的时候，并不显示默认层，也不显示第2层的内容。如果我切换到第2层写字，它不显示默认层，也不显示第1层的内容。这个是书写的时候。叠加层的意思就是，如果我现在在默认的手写层写字，那选择叠加第1层的内容，那么我在默认图层上写字，会看到默认图层上的所有内容，当然，然后叠加第1层的内容。它的内容是半透明的。同样的，我如果在第1个图层上面写字，我现在叠加一个第2层，那么第2层就是半透明的。我操作的这里是第1层，就算我在第1层使用橡皮工具擦除这个内容，第2层的内容也是不受到影响，就不会被擦掉。然后我们看这个绑定文本框和图片到层，比如说我现在是在1图层上面写字，那么我所添加的文本框和图片，如果打开了这个选项，就不会出现在默认层，这个很好理解。注意一个小点，就是这些手写图层是可以合并的，点击想要合并的那个图层的3个小点，然后点击重命名或合并，然后输入默认，也就是想要合并到默认这个图层里面，然后确定，你就会发现图层1的内容被合并到默认这个图层里面了。然后我们在脑图的手写工具当中看到这样一个功能，就是绑定手写到选中卡片。如果打开这个，我们现在选中一个卡片，然后进行标注，停止书写的时候就会发现，不管你写在哪个位置，你的手写内容和卡片都会自动的被绑定在一起。所以当你想要移动卡片的时候，手写功能会跟着卡片一起移动，并且被绑定之后的这些手写痕迹，即便是在同一图层的时候，你也需要擦除2次。第1次擦除的时候，它会提示你需要第2次擦除，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内容擦掉。还有这个功能叫做在卡上写时自动切换选中卡，差别就是如果不打开的话，在卡片上标记的效果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么把这个功能打开，在写完以后，这个卡片就会被自动选中。然后我们看这个功能，就是双击卡片进入焦点，这里要涉及到一点点脑图方面的使用。首先大家看这个脑图，我如果想针对某一个内容进行具体的研究，想以这个卡片单独为一个节或一章一个话题中心形成一个新的脑图，我需要打开双击卡片进入焦点这个功能，然后双击，那么这个卡片就会自动的开启另外一个脑图，这个大家肯定是可以理解的。现在我只需要在摘录设置这里把脑图分组改为上次，那么我现在在文档当中继续摘录一些卡片，这个卡片就会添加到这个页面，但是这个内容不是自动保存的，我们需要在这3个小点里面打开加入图层，那么这个部分就会被保存了。搜索的时候，那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 OCR， 蓝色的样子是开启状态。Marginal 对于所有导入进来的文档，不管你是扫描版还是未扫描版，都可以进行 OCR 的识别。那么当你在搜索的时候，你是需要开启这个功能的，这样就算是扫描版本的 PDF 也可以搜索。这里就非常的简单，你是选择在文档当中搜索，还是在整个学习集当中。那么我觉得有一个更值得提到的功能是在左边这里的全文搜索。全文搜索这个功能非常好用，我现在搜索食物 food，它会告诉你在哪一个学习集当中找到这个内容，这是学习集的名称。那如果是在
全文本当中搜索得到的结果是2个，一个是卡片中的结果，那另一个是 PDF 当中的结果。全文本当中搜索的时候，支持一些稍微比较高级的功能，比如说我随便点击一下，我发现在讲生物特点的时候，就这一章有讲到过这一个词，但是我不希望在这一个章节当中找到这个词，那么我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搜索的时候输入 not 全部大写，然后输入 features 前后空出2个格就可以了，意味着我想要找到食物，但并不想在特点这一章节当中找到这个词，所以搜索的结果你就会发现这一整章都不会出现了。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想要搜索食物，并且想要找到食物和血液，我希望这2个词挨得很近，那么我会搜索 near 全部大写，然后我就会在109页找到这个话题，食物消化吸收，然后进入血液循环，完整版的使用规则。大家可以查看官方的使用手册，如果你懒得看懒得找，我会把这张截图贴在评论区。这是一本高中生物教材，所以是自带这些目录的。那 Markdown 是能够识别得到的，当然，而且你对比之后发现它识别的非常非常准确。那日常使用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打开这个内容，就把它放在旁边，这样可以帮你跳转。我们首先看这个折页的功能，在这里设置的主要形式是，比如说第4章的内容你特别熟悉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给它折叠起来嘛。那么在看文档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完第3章，直接跳到第5章，这整个内容都被折叠起来了，这是它的主要的使用方法。在编辑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目录的级别是可以自己设置的，这里都比较好理解。然后我们看这里的3个小点，重置目录的意思就是重新生成一个目录，所以我刚刚对于目录内容的调整呢，就会恢复到初始状态。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就是转化成脑图。我现在把主脑图的内容呢全部都清空删掉，然后点击转化成脑图，你就会看到自动生成的这个按照章节划分出来的脑图。稍微注意一点呢，我刚刚这里是把第4节的内容全都折叠了，但是你看生成脑图的时候它还是会在的，就是这个折叠起来的内容它是针对文档的，它不影响脑图。这些自动生成的卡片也是可以点击溯源找到对应的章节，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第4章的内容已经被我折叠起来了，所以我点击第4章内容的时候，它会自动的跳转到折叠之后的位置，那么在这里就是第5章的标题这里，所以这里稍微注意一下。我们点击这里，默认是以框架的形式存在的，那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切换这个分支样式。现在呢，我们在摘录工具设置这里把脑图插入位置设置为分组，即按文档目录。现在我摘录的卡片就会自动的添加到对应的章节下面，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脑图中还有很多内容可以讲，我们还是放到脑图的那个分级再讲，先停到这里。然后回到这个部分，剩下这几个内容都比较简单了，比如说这里是页面的缩略图，这里是书签、标注以及卡片。卡片这里只有一个功能键，就是全部展开、全部压缩，这里就没什么特别值得说的了。首先看一下卡片能如何的操作和编辑。我们现在任意找一张卡片，点击一下，那上面这些功能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第一个就是卡片的编辑，每个卡片它是由3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的，首先就是标题部分，其次是摘录的部分，然后是评论的部分。标题可以在这里添加，评论呢可以多次的添加大概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底部的这些功能，首先就是手写功能。如果我们采用的是矩形摘录和套索摘录，那么摘录出来的是卡片，可以直接的在摘录的这个卡片上进行手写。如果这里面是纯文本的内容，也就是使用的文本摘录或者是留白摘录，那么用笔的时候可以使用 Apple Pencil 的一些随手写的一些功能，更多的功能在这个部分。那这个是非常基础的，无非就是对文本的编辑，我就不赘述了。留白摘录的时候会自动的添加一个留白，那么这个位置也是可以手写的。接下来的几个功能分别是添加录音、添加图片、添加标签，这个是给卡片添加重点内容。那我之前提到过复习或者是回忆模式的时候呢，这里会显示空白，有一点点像胶带，那帮助复习知识点。还有这一些功能，共享就是导出这个卡片。子脑图是给卡片添加子脑图，这是一个 Max 功能，我不是，所以如果需要从其他的学习集和卡片当中添加的话，这部分我没办法展示。那我现在能做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拖这个进来举这个例子。添加好的这个子脑图呢，会出现在这个位置，剩下的复制粘贴就比较简单了，我们就退回去。点击这里可以退出卡片编辑，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子脑图的显示样式，在这个部分。退回到脑图来看卡片的操作，第一个是编辑，第二个是添加到复习卡片组。
这个只在该卡片没有在复习卡片组里的时候才会显示。如果这个卡片已经在复习卡片组里了，那么自然是不会显示的。第三个是修改卡片的颜色，第四个是给卡片添加标签或者是修改标签。大家注意看这里啊，有一个转化为标题的功能，它并不会在每一个卡片上出现，而是只会在文本摘录，并且摘录之后的卡片没有标题的时候，它才会出现这个选项。那么点击之后呢，卡片中第一段文字自动的由摘录内容转为标题内容，所以如果是矩形摘录或者是套索摘录形成的是图片，它没有一个内容可以自动的转化为标题，那这个选项就不存在。转换标题的这个内容，再次点击它可以再次的切换为摘录内容。这三个是剪切、复制和粘贴。这里比较值得说一点的就是复制的时候，比如说这种有上下关系的卡片，复制也是复制一张卡片，它不会复制后面这一整支内容。接下来呢，这个是添加链接功能，这个功能使用起来也是很简单，点击之后再出现这个图标，然后按住它拖着就可以了。那这样两个卡片就连接起来了。连接之后可以在连线的这个位置来添加标注，比如说从上到下是使用原理，从下到上是应用，最后的效果大概是这个样子。接下来这个图标是浏览器可以用来搜索，这部分内容到后面再详细的解释。接下来的焦点功能，意思是开启这一个卡片的子脑图，接下来可以继续的摘录或者是做笔记。唯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需要打开这个加入图层，不然这一层都没办法保存。接下来是删除，最后这里看起来有很多的功能，但是基本上都是重复的或者很简单的内容，这个就不一一展开了。